為什麼中東那麼多石油？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偏偏是中東那片乾巴巴、連草都長不出來的荒涼沙漠，底下卻埋着那麼多石油呢？是老天爺太偏心，還是這地底下藏着什麼不为人知的遠古秘密呢？今天，咱们就来揭開這個困擾了人類近1個世紀的終極謎團。我們先來看看全球的石油版圖，說出來你可能不信，全球石油儲量排名前10的國家裡，排第1的居然不是沙特，而是南美洲的委內瑞拉。他那兒躺着超過3030億桶的儲量，簡直就是坐在油桶上的國家。這麼一塊肥肉，美國能放過嗎？這就是石油背後的第一個殘酷邏輯：有油不代表有錢，還得有命花。再看看排名第2的沙特阿拉伯，大約2970億桶，這才是真正的能源霸主，不僅儲量大，而且開採成本低到令人髮指。緊隨其後的是伊朗，大約2080億桶。發現沒有，前3名裡，伊朗和委內瑞拉今年都被美國下手。這背後的邏輯很清楚了吧？哪怕是排名第5的伊拉克，那1450億桶石油的背後，也全是美國人的影子。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美國對這些能源大戶的直接或間接控制，簡直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。你看最近的新聞，美國對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動作那是越來越大。說白了，誰手裡攥着油龍頭，誰就攥住了全球經濟的呼吸機。咱們接着往下看，第4名是加拿大的1710億桶。不過呢，那地兒主要是油沙，黏糊糊的，得像挖煤一樣挖出來再煉，開採成本高得嚇人，油價低了他們就得虧本。第6到第10分別是阿聯酋、科威特、俄羅斯、美國和利比亞。你看，美國雖然儲量排在第9，只有680億桶左右，但人家開採技術牛啊，靠着頁岩油革命，硬是把自己搞成了全球第1大產油國。看到這裡，細心的朋友就發現了，前10大國家裡，委內瑞拉、伊朗、伊拉克、科威特、阿聯酋、利比亞這6個國家，要麼被美國直接駐軍控制，要麼被間接制裁影響，相當於美國手裡攥着全球前10裡1大半的石油儲量。你說恐怖不恐怖？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一直盯着中東不放，因為誰控制了石油，誰就控制了全球的工業命脈，控制了世界格局。接下來再把地圖放大，雖然南美洲有委內瑞拉撐門面，北美洲有加拿大和美國發力，但要論整體實力，中東所在的亞洲絕對是無可爭議的霸主。中東這塊地方面積還沒中國的1半大，卻霸佔了全球近50%的已探明石油儲量。你沒聽錯，全球差不多1半的石油都擠在那幾個國家裡。沙特、伊朗、伊拉克、阿聯酋、科威特，這幾個名字一出來，那就是土豪的代名詞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中東這片看起來除了沙子還是沙子的荒涼之地，憑什麼就成了地球的油箱？難道石油真的是沙子變出來的？當然不是。要把這個事說清楚，我得把你扔回到2.5億年前的地球。那時候，現在的中東根本不是什麼沙漠，而是一片生機勃勃、陽光明媚的淺海，地質學上管它叫特提斯洋。這時候的氣候暖和得不得了，海水裡到處都是微小的浮游生物和藻類。這些小生命雖然單體微不足道，但架不住數量多啊，簡直就是天文數字般的規模。這些浮游生物死掉以後，就像下雪一樣紛紛揚揚地沉到海底。如果是在普通的海洋裡，它們很快就會被氧氣分解掉，或者被別的魚蝦給吃了。但特提斯洋有個絕活，它的地形比較封閉，海底的水流不動，處於一種極度缺氧的狀態。這種缺氧環境簡直就是天然的保鮮櫃，讓這些有機物完美地保存了下來，跟泥沙混在一起，變成了厚厚的有機質層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地球的板塊開始打架了。大約在幾千萬年前，非洲板塊、阿拉伯板塊跟歐亞板塊狠狠地撞在一起。這一撞可不得了，原來的淺海被擠沒了，海底變成了陸地，山脈隆起。那些埋在地底下的有機質被上面的岩石越壓越緊，地底下的溫度也越來越高。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高壓鍋，在漫長的地質歲月中，把那些古代生物的殘骸慢慢燜成了石油和天然氣。地質學家給這個過程起了個特別形象的名字，叫生油窗。溫度低了，
有機質還是爛泥，溫度太高，石油又會變成天然氣，甚至直接燒焦成碳。中東的地層就像是被老天爺精準調控過的頂級烤箱，溫度和壓力調得剛剛好，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，把這些有機質完美地轉化成了優質的輕質原油。聰明的你馬上要問了，既然全球到處都有過淺海，為什麼偏偏中東的油這麼多，而且還特別好採？這就是中東最讓人嫉妒的地方了。它不僅產油多，而且存油的本事也是世界第一。中東的地層結構簡直就是為了存石油而量身定做的。那裡有大量的砂岩和石灰岩，這些岩石裡面有很多微小的孔隙，就像海綿一樣，能把石油吸在裡面。最絕的是，這些海綿的上面還覆蓋着一層厚厚的岩層或頁岩，地質學上叫蓋層。這就像給油庫加了個嚴絲合縫的鈦合金蓋子，讓石油跑不掉，也氧化不了。再加上板塊擠壓形成的那些向上隆起的褶皱，也就是所謂的背斜。這些背斜就像是一個个倒扣的巨大金碗，把石油死死地鎖在了地底下。中東的油田很多都是這種巨型背斜結構，一個油田的規模就能頂別處幾百個。比如沙特的加瓦爾油田，那是世界上最大的陸上油田，長280公里，寬30公里，儲量多到讓人懷疑人生，開採了幾十年，依然是全球能源的定海神針。而且你發現沒有，中東的油田埋藏的相對較淺，開採起來簡直不要太容易。在別的國家，比如美國搞頁岩油，你可能得鑽幾千米深，還得用高壓水槍把岩石打碎，也就是所謂的水力壓裂技術，成本高得嚇人。但在中東，有時候你往地下一插管子，石油就帶着巨大的壓力自己噴出來了。這種低成本、高產出的先天優勢，讓中東在國際石油市場上擁有了絕對的定價權。所以你看，中東石油多，那是天時地利都占了。天時是幾億年前那片富饒的特提斯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原材料，地利是完美的缺氧環境、精準的升油窗和後來的板塊運動形成的天然超級倉庫。但是這片富饒的土地也因此成了被詛咒的寶藏。從20世紀中的七姊妹石油公司壟斷，到後來歐佩克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崛起，再到幾次石油危機和海灣戰爭，石油一直是中東動盪的根源。你想啊，如果你家裡藏着全世界一半的財富，而你又沒有足夠強大的拳頭去守護它，那各路強盜肯定會盯上你，是吧？再說說眼前的現實，石油這東西在地面上引發的爭端可一點都不少。你看，美國為了控制石油的流向，在中東部署了多少軍事基地？2026年的局勢更是錯綜複雜。霍爾木茲海峽這可是全球石油的咽喉，每天有2000萬桶原油從這兒經過。一旦這出點事兒，全世界的加油站都得連夜改價格表。這種地緣政治的博弈，其實就是石油背後最殘酷的底層邏輯。另外，你有沒有發現，中東的石油大多是田原油，也就是含硫量特別低的那種，煉起來特別省事兒，出油率還高。相比之下，委內瑞拉的油雖然儲量第一，但大多是重油，粘稠的像瀝青一樣，還得加稀釋劑才能流得動，煉製成本高得離譜。這就是為什麼明明委內瑞拉儲量第一，卻在石油市場上拼不過沙特的原因之一。所以說，中東這塊地真的是被上帝親吻過的，它不僅給了你最多的油，還給了你質量最好的油，甚至連存油的罐子都給你造好了。這種運氣真的是幾億年才出一回。最後回到今天的問題，中東之所以石油多，核心就3點。第一，遠古特提斯洋的生物大爆發提供了原材料。第二，長期穩定的沉降和缺氧環境保護了這些有機質。第三，板塊運動形成的巨大背斜結構把石油完美的封存了起來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這裡。喜歡影片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哦。